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停格优语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国际贸易博弈，堪称21世纪的牛肉版《三国演义》。就在上周，中国海关突然叫停了价值5.2亿美元的美国牛肉订单，15万吨冷冻牛肉在港口进退两难。这场看似寻常的贸易摩擦背后，藏着怎样的地缘密码？俄罗斯又是如何在这场较量中闷声发大财的呢？让我们切开这块政治经济的牛排，看看里面究竟几分熟。话要从2025年2月说起，刚开启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突然出手，对价值380亿美元的中国电动车、电池和稀土加征25%关税。白宫的说法是保护国家安全，但地球人都知道，这是在打压中国的新能源产业。72小时后，北京的反击来了。不过这次瞄准的可不是半导体，在这方面目前估计也打不过，而是美国人餐桌上的硬通货牛肉。别看牛肉在 GDP 里占比不大，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。过去5年，美国对华牛肉出口就像坐上了火箭，从2019年的3.2亿美元飙升到2024年的12.8亿，足足翻了4倍。德克萨斯内布拉斯加的养牛专业户们早就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，还专门扩建了符合中国标准的屠宰场。就在今年1月，美国农业部还乐观预测2025年出口能突破15亿美元。但剧情在3月5日急转直下，广东、上海海关突然以检出莱克多巴胺残留为由，开始大批量退运美国牛肉。这种瘦肉精在美国合法使用，但在中国被禁已超过10年。蹊跷的是，这次抽检比例比平时高出430%，而且专挑准备装船的货物下手。荷兰合作银行的贸易分析师马克·威廉姆斯说，这就像突然要求所有入境的旅客重新体检，但只针对特定国籍。最惨的还是美国牧场主内布拉斯加的克莱顿里斯，拿着1400万美元合同，现在正对着满仓牛肉发愁。我们按中国标准养牛3年，每头牛要多花200美元认证费，现在这些牛肉国内根本消化不了。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，短短2周内，全美冷藏库爆仓导致批发价暴跌7.3%，相当于每头牛少赚270美元。牧场主协会主席伊桑莱恩直言，这不是贸易摩擦，简直是精准斩首行动。正当美国焦头烂额时，西伯利亚铁路正轰隆隆地向中国运送红色牛肉。2025年第1季度，俄罗斯对华牛肉出口猛增312%，达到3.8万吨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，但要知道，3年前俄罗斯牛肉还被中国海关挡在门外，那如今莫斯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答案藏在2023年签署的中俄兽医认证互认协议里。这份长达200页的文件，悄悄打开了40家俄罗斯肉联厂的入华通道。更绝的是物流布局，2024年11月通车的伏尔加新疆铁路专线，把运输时间从28天压缩到11天。这条贴着中哈边境休闲的钢铁动脉，不仅能运牛肉，未来还能输送俄罗斯小麦。俄农业部副部长阿列克谢库尔杜克夫说得很直白，我们和中国人用的是本币结算，没有 SWIFT 系统被掐断的风险。现在每10个卢布贸易就有7个用人民币结算，这可比美元靠谱多了。不过要说这场牛肉大战的最大输家，可能不是美国，而是阿根廷，这个曾经的牛肉出口大国，2020年还占中国进口量的21%，如今被国内207%的通胀率搞得自顾不暇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口商胡安·马丁说，我们连包装箱都印不起了。中国人现在要的是稳定，不是便宜。而澳大利亚虽然部分解禁，但2025年1月
3批牛肉因抗生素超标被退运。中澳之间的信任裂痕始终难以弥合。现在让我们看看北京的战略考量。中国年均牛肉消费量超过1000万吨，1/4需要进口，这个市场足够大。但北京想要的不仅是牛肉，更是可调控的依赖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分析，选择俄罗斯既是地缘需要，也是供应链重组。中俄之间有铁路直连，不用看马六甲海峡的脸色。不过，华盛顿显然低估了中国的反击力度。农业州向来是共和党铁票仓，仅德克萨斯就有12个关键众议院席位。现在这些选区里，饲料厂开始裁员，冷仓库老板准备破产。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竞选集会上强称，我们会找到新市场，但现实很骨感。除了中国，哪还能找到年均增长15%的超级买家？而俄罗斯这边正在闷声布局，政府拿出11亿美元补贴畜牧业，要在2027年前把产量翻番。沃罗涅日新建的超级养牛场，每个能养10万头安格斯牛。虽然专家吐槽俄罗斯冷链运输合格率只有78%，但北京似乎愿意用政治正确对冲质量风险。就像俄罗斯农业出口公司 CEO 马克西姆说的，中国人现在要的是准时到货，不是米其林星级。这场牛肉大战给我们什么启示？首先，现代贸易战早已超越你加税我报复的初级模式，中国选择农产品反击，既避开科技制裁的正面战场，又只及美国政治软肋。其次，供应链重构正在加速。当俄罗斯用3年时间打通认证、物流支付全链条时，美国牧场主还在指望政府补贴渡过难关。最后要说的是，食品安全越来越成为合法武器。中国海关现在用上了区块链溯源系统，每一块牛肉都能查到牧场水质报告。这套系统今年初刚在俄罗斯试点，但对美国供应商却突然提高抽检频率。谁让特朗普先发起关税战呢？悉尼大学的食品安全专家王薇薇指出，当贸易披上科学外衣，反击就变得难以指责。这场牛肉三国杀远未结束，美国正在游说沙特、以色列接手部分订单，俄罗斯盘算着把牛肉换成天然气管道，而中国则在内蒙古建设100万头规模的智慧牧场。或许5年后再回头看，我们会发现，2025年春天这场看似突然的牛肉禁令，其实是全球供应链大洗牌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毕竟在这个时代，餐桌上的牛排早就不仅仅是牛排了。你对这场关税贸易战的僵局有什么看法？请在下方发表评论，别忘了订阅和分享。谢谢观看。